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鸦雀超人的第208话啊。上一集讲到光头一个大嘴巴子把二郎打飞了，然后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准备好好的调教二郎一番。这一话说回到了被打飞的二郎，他虽然感觉到自己怪人化之后啊，不断的进化，战斗力虽然增强了许多啊，但是和光头的实力一比起来，完全就是天差地别。就在他陷入沉思之时啊，光头也赶到了新的战场。他提到二郎口口声声说痛恨英雄啊，却和金属球棒合力打击蜈蚣仙人，多少啊在那儿心口不一。这里的光头再度好言相劝二郎啊，不要再搞什么怪人过家家了，明明就有心保护他人啊，你当个英雄不就好了吗？被光头一通说教之后啊，二郎瞬间逆反心就起来了啊，他当即痛骂光头，否认了自己所有的英雄事迹啊，然后还强行嘴硬啊，要跟其他英雄划开界限。但是当光头问起二郎对他的怪人生涯有什么目标的时候呢，二郎竟然支支吾吾的，自己都说不清楚个所以然来。讲到这里呢，光头露出了和善的表情啊，准备从二郎的软肋入手。他提到了鼻涕熊啊，是多么希望二郎能够改邪归正。哎呀，二郎，要不你就看在那个可怜的小鬼的份上，放弃做怪人吧。谁知啊，提到鼻涕熊的事情，反而激怒了二郎。他愤怒地冲向光头，谈判当场就破裂了。虽然话是这样说的呢，但是善良的光头啊，依然没有放弃对二郎的教化。他假惺惺地打出了绵软的拳头应对二郎，后者则是毫不领情的格挡攻击，然后还以一记手刀。紧接着二郎向前猛踏一步啊，使出一招铁山靠。光头的身材啊实在太瘦小了，瞬间就被撞飞了出去。才怪嘞！他用双手啊紧抓住二郎的手臂，抵消了击飞的冲击。不料二郎反手将拳插入了光头的两手之间，强行顶开了手臂，然后一发闷拳结结实实的打在了光头的腰子上。还不等光头还手啊，二郎又接着使出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拳法，神杀瞬击。这招啊不仅拳速够快，而且其中还掺杂了各式各样的招数。正当二郎打得兴起之时，光头突然从旁边的地道里面跑了出来。嘿嘿，他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光头还有些傲娇的发脾气道：啊，我的拳头怎么一下都打不到你啊？这就是所谓的武术吗？看来光头老师是想起了之前体验武术的经历了。说完他就把一块小石头扔向了二郎，没想到二郎还当场做起了武术教学。他使出一招空手击枪啊，将飞石完美的化解掉。哇靠，这招可是独步的看家本领啊，可以算得上是兽技的最高境界了。传说连枪炮的攻击啊都能够轻松抵挡。随后二郎又对光头展开了乱拳攻击啊，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终极的武术。但是看光头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是在玩嘛，他使出各种奇葩的姿势，疯狂闪躲掉二郎的攻击。不过打了几回合下来，二郎也看出了端倪啊，眼前这个光头不过就是身体能力惊人而已啊，技术方面完全就是一个白痴。光头，你已经败了。你的身体能力虽然牛批，但你终究只是在第1层啊，而我已经看到了第5层，你的动作啊，完全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啊！说罢，二郎直接一拳正中光头的胸口，然后他立马补上了一发超级踢，后者以一道惊人的直线啊，直接飞了出去。这一脚的冲击力之大，就算光头被踢到了大楼上面，也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他连人带楼连续撞飞了3栋巨大建筑，我愿称这招为3重罗生门之夹心饼干。这样一来一回啊，周围几百米都被气浪冲的是惨不忍睹。但是二郎还没有打算停手啊，他跳跃至空中，双掌向前一推，灌注了能量之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不过这一招的名字叫做大发劲，未免太平淡了吧？我建议把手势改一下，直接叫做气功炮好了。只听轰隆一声啊，霎时间巨大的能量倾泻而出，2栋靠后的大楼啊，当场就被轰成了渣渣。而仅存的一栋楼呢，也被能量所贯穿，周身啊变得如黄沙一样的松软，最后哗啦一声也淹没在了沙尘之中。二郎对于自己的招式似乎十分的满意啊，就算身体再怎么强悍，内脏也是脆弱的，被我这招附带了贯穿伤害的冲击打中，不死也得残废啊！
What the fuck！ 这鸟人怎么连衣服都没脱啊？二郎还没来得及吐槽，地上居然打开了一扇安全门，几个普通老百姓手忙脚乱的从里面爬了出来。光头和他们一番交谈之后发现原来他们之前在这里避难的时候，一不小心被关在了大楼地下，多亏楼房被干飞这才得以逃出升天。正当他们准备对光头表达谢意之时后者却告诉他们，不是我哟，是旁边这个身形巨大、长相凶恶的怪人哦，是他救了你们呀。几个普通人看到二郎那副鬼样子，魂都要吓飞了。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克制住了心中的恐惧真切地对二郎表示了感谢。我操，这就是工匠精神吗？对此二郎感到了大为震撼。他估计一辈子都没被这么多人感谢过。我操，这种情况要是出现在奥浩哉的漫画里面这几个社畜估计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勒索二郎精神损失费了。这一拳世界的普通人未免也太善良了。随后光头招呼走了社畜，场地中又只剩下了两个尴尬的身影。这下光头居然主动拿二郎歪打正着的善意行为开涮，嘿嘿，这不是刚才的武术天才的吗？这波在第5层我是真没看出来呀！您老人家还有没有什么仙术要表演的呢？光头不停的嘴臭气得二郎疯狂挥拳掩饰自己的尴尬，而光头的表情则是越发的迟着，他似乎非常享受对二郎的思想教育而此时离这里不远处，由于之前一系列的怪人活动带来的自然灾害一座小镇旁边的火山正在疯狂的喷发，倾泻而下的岩浆很快就会淹没小镇，而难民们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现在正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曾经的家园即将覆灭。就在这时人们突然发现，火山的背后似乎零星闪烁着光点，没有错这是两位神仙正在天上打架呢。我靠！你看这粗壮的大腿，全身抱起的青筋，哇，还有这恶魔一样的翅膀。各位观众，难道说大的要来了吗？传说中二郎最强的究极形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二郎不知道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居然变成了一个奇葩的怪物，和光头在天上打作一团。光头一副看待奇珍异兽一样的表情，又变了，好像是变得厉害了一点二郎都快气炸了，他一拳把光头打飞到了火山上面，这拳威力巨大，直接砸出了一个大坑来。紧接着二郎双手积蓄起能量，直接跳到了光头面前。你这碍事的兔子，看你接了我这招之后还笑得出来吗？我看懂了这个造型，我终于想起来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二郎的最终形态这是传说中攻击力高达2500点的恶魔的召唤说罢，二郎直接对光头来了一招魔降雷之万国惊天掌，这招的威力甚是夸张，我靠，居然直接把火山都给干飞了一半。最离谱的是下面这帮看热闹的老百姓居然还在这拿个手机拍视频了，都不怕死是吧？这个时候人们发现，本来即将淹没小镇的岩浆由于火山的坍塌，现在流向相反的地方去了。耶嘿，我们得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拯救了小镇的英雄现在正搁天上喘气呢。二郎，你怎么还肾虚了？这才放了2个技能就累得不行了。结果可怜的二郎连气都还没喘匀就被光头一拳给打飞了。二郎的大脑此时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了，我操，这个光头为什么还是一点伤都没有这个家伙的身体难道比火山和岩浆还要强悍吗？哇，真的是太惨了！你们两个到底谁是勇者谁是魔王到了本片的最后光头看了一眼得救的小镇，虽然你确实无心救人，但是总归来说得到的结果都是好的。说不定你跟 King 上其实是同一类人天生就是块当英雄的料嘛！本话结束。